我是先知。现在尼尼微人都知道我是先知呢，你总要做一点事情出来吧，让他们知道我说的是有一点点可信的。你什么都没做，我是先知嘞，啊，他就生闷气，坐在那边，神长了一棵蓖麻树出来帮他遮阴，他还是不，他没有办法理解、体会神的心意。这是约拿跟神的关系，神没有下手。圣经里面的记载很特别的地方是，在某些我们不觉得神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时候，你就那么严厉。大卫迎约柜，那个牛车稍微颠簸了一下，约柜要摔下来，就去扶了约柜，马上被击杀，都是些小事情，为什么神你用那么严厉的方式？约拿，给你呛瞎嘞！你叫我做先知，我叫了，那你为什么不？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人物看到，基督徒跟神应该可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绝对不是我们世界上的标准跟伦理架构可以架构出来的。再到新约里面，彼得、雅各、约翰是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他们都是渔夫，他们最有名的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最有名的事情，除了他们后面看到的，在图里面要写的，他们在山上跟耶稣一起上山，看到耶稣、摩西跟以利亚一起在讲话。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他们在船上碰到大风浪，看到耶稣踏海过来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是什么？鬼怪。他们以为耶稣是鬼怪。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5饼2鱼之后。接下来，5饼2鱼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我们聚会今天到这边结束，赶快回家吃饭，明天再来。耶稣说这么远，叫他去哪里？准备东西的是5饼，5000个人是5000个男人。5000个人，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大概1万人以上。门徒很清楚经历过这样子的神迹之后，接下来圣经的描述就是，他们到海上去，坐船，看到耶稣踏浪而来，他们说鬼怪有鬼哟，我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这3位门徒。他们平常所认识的这位夫子，跟他们的关系如何？一定很密切的。为什么他们会看不出来、认不得呢？为什么会认不得呢？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神。后来在了耶稣复活的之后。碰到了彼得，他们失业了嘛？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之后，门徒失业，我这样解释，他们又回去打鱼。彼得怎么认出耶稣来？耶稣说把网撒在那边。彼得当下就知道是耶稣了，因为他第一次跟耶稣的第一次碰面，就是耶稣告他撒网撒在那里，捞起的鱼是捞的不可胜数。这些历史人物都在讲，我们怎么样去看？借着这样子的历史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自己也来想一想，我们可以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跟神关系近到什么样的地步？还是我们只是每个礼拜的祷告会？是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但是我们的小组就来走来去，其他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有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接下来我会用点时间来介绍，讲讲我自己。我在1977年受洗，所以明年就是40年，明年跟。我才知道长庚明年40年，还真好巧。我高中读了6年，
我高中读了6年，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书。我读的是省立高中，因为我国中也没有念书，我可以考省立中学，所以我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书。我高中念了6年，念到学弟都毕业了，学弟都考上大学了，哇！我说不行啊，因为要当兵啊，因为要当兵，那时候只知道，如果当兵回来，让他重新念书再考大学，是更不可能的事情。赶快去念一念，终于感谢神，有给我预备一个学校，我去念屏东农专，念水土保持。我连我们学校那个学校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屏东农专是在做什么。我以为要下田啊，要做什么？我的天哪！反正就去念吧，要不然被抓去当兵。我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书的年轻人。那我6年在做什么？6年我在读小说。我从《水浒传》中国的那个章回小说开始，就沉迷在那个小说的世界里面，一路读，把所有的章回小说通通读完，可以读好几次。我非常非常享受在那个小说的情境里面。然后到了读屏东农专的时候，开始读金庸，就开始读金庸，哇，那读金庸。从《碧血剑》读到《鹿鼎记》，太迷人的一个旅程，金庸读完了，再也没有任何的理财小说能够吸引我。我开始读翻译小说。我的选小说的逻辑很简单，我一定要大部头，那个书一定要主角要连贯，就当读小说，我花了非常多时间读小说。感谢神让我毕业，然后我在1983年开始进饭店工作，从waiter开始做。那每一个工作大概3年，我就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3年。第1年进去摸索，然后第2年熟悉，第3年冲。我一向就是用这种方式。当我发现原来不念书可以好好做一个事情，然后被人家认同，然后可以得到好的薪资跟待遇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这个注意力转到我的工作上，所以我就跳槽，跳了不晓得多少次，大概都3年，最多4年。那在2000年的时候离开金华酒店，我在金华酒店开幕就进去，在金华酒店10年，台北10年，在金华酒店10年换了3个不同的部门，就是3年受不了，离职，被留下来调单位。3年提离职，就是别人找就离职，又被留下来调单位。因为我想说，大家想象一下，我不知道，在医院不管是医师也好，或者是护理师也好，我们在餐厅里面的工作，每天是做一样的事情，餐厅的桌子都是一样的，每天去的桌子都摆的一模一样，菜单就是这本菜单，客人可以去享受。我们每天做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服务不同的客人，好客人，麻烦的客人，所以我会倦怠，所以我就会跳槽。到了2000年，新竹国宾筹备，然后他们就叫我去筹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进入了一个管理阶层，然后新竹待了4年。然后金华因为信义区要拓展，又把我叫回去，开了101的餐厅，现在都没有了。101的4楼之前有餐厅，然后在那个 A 酒馆，新华3月 A 酒馆开了餐厅，然后又被调回金华本馆去做整个宴会事业部的拓展。这4年，从2000年开始到10年。到2011年是整个我的职
职涯里面是收获最大的，不管是在物质上，或者是在这职位上，或者是经验的累积上，是最大的。那2011年，我们老板就说，你做了够久，宜兰有个机会，你去宜兰，就去宜兰。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就调到了蓝城精英酒店。那我到蓝城精英酒店的时候，前面的这20多年是完全没有任何非餐饮的经验。我前面的这20多年经验，全部都在餐饮相关的单位。到宜兰去是要管整个饭店，饭店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部门叫客房部，我对客房是一点概念都没有。那老板要我去，他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就去了。老板就这样跟我讲我不怕，你怕什么？最怕的应该是他嘞，对不对？那我就去了。宜兰从2011年到现在，这是一个我在生命当中极大的转变，神为我预备。2011年3月1号报道，到2013年11月的时候，我已经知道2013年的营收突破，那一年的营收比2012年成长了30%。我在11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是成长30%。当营收成长30%的时候，它突破了它的经济规模，获利成长了70%。我去宜兰之前，金华告诉我说，去2年就可以回来。我家都在台北。那2011年到13年，我说刚好2年多的时候，我把冲到最高的，然后功成身退，留下一个记录，让后面的人追不上来。没有消息耶，我就慌了。2013年11月了，那2014年我要怎么成长？2014年我不知道怎么成长。哇，那个时候表面上很开心业绩那么高业绩那么好奖金那么高我都在烦恼未来怎么办。然后在2013年12月1号，我参加了在我们教会的宜兰的一个城市复兴的转化的一个聚会。我就坐在前面。那带领的牧师就说，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是对宜兰的复兴有负担，是吗？是的，举手。我当然举手，要不然为什么要来呢？我就举手。好，那有负担很好，我们要付代价。我们大量读经，每天读7章。每天读7章刚才举手，每天读7章。我没想到他在呼召要不然我一定不举手我没想到他后面出来一个是每天读7章，刚才举手他就看着我，有问题吗？有问题举手。怎么好意思举手呢？有问题来，牧师陪你每天读10章。还好我没有举手，有问题。好，2013年12月1号回去之后，我就想，糟糕了，我在神的面前决志受洗35年，我只读过1次圣经，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圣经，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一样，我不是个读书的料，不知为何要读书，就是我。那35年我只读过1次圣经，那个是每一次聚会被问每个人都举手，只有我没有举手。然后牧师说也读过圣经1遍的举手，很多人举手，我说投弟弟。读过圣经，我说投弟弟，不好意思，发愤图强读了1次，再也没有读。从12月1号回去之后，我就非常的忧愁。怎么办呢？是7章很多，7章很多。
后来想，不行啊，决志了要做，不然会被惩罚。哦，会被惩罚。我的这个属世的这个概念。好，那我就从2014年1月1号开始读经，一天7章，然后那时候就决定要从第2年的1月1号开始读嘛，1月1号刚好记嘛，然后这样日子过，我就想不行，我要提早一点，要累积一点，这样万一哪一天没有读到的时候，我有战备存粮，所以就好。那我就选2013年的12月24号开始读经，提前读1个礼拜，先预备的，战备存粮预备的，然后就从2013年的12月24号开始读经。那我在读经，因为我之前读过嘛，我就读出不了埃及嘛，对不对？而且读不过去啊，而且在过去利未记就头痛得一塌糊涂啊。为什么要写利未记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哎，我就从启示录开始，然后我就从启示录往，因为每次都从前面读不过去，从启示录开始读，然后呢，同时旧约从马拉基书往前读，我想说这样子来突破，这样突破，哎，感谢神哦，这个效。在2014的8月，我就读完了2次，就是这样跳来跳去，所有我觉得我不可能读的，我都把它先读完，都把它先读完。我们在职场上，尤其在做生意，我们会做预算管理，我就自己画了一个读经的管理表，这样，我每天读多少就把它划掉。然后呢，每个礼拜我要检讨一次，我前1个礼拜超过多少，我要写下来。我超过多少，我下礼拜我就知道，我可以有1天不读，或是2天不读。我自己做了一个进度管制表，就这样子，很有效。到了2018年的。对不起，2014年，在这个2018还对没到啊，这是个预言，我们在投影片上看到有红色标的1跟2，就是表示我读第1次读经跟第2次读经，在第1次读经、第2次读经的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2013年的12月24号开始第1次读经，然后。接下来在2014年的7月29号，我被圣灵更新。我想想看啊，一个受洗的基督徒35年，大概主日崇拜大概2000场，特会不算。我听了2000场的主日崇拜，里面当然会有很多圣灵充满、医治释放。我看了很多倒下去，每次都在看别人的。我不要自我。2014年7月29号，我的位置就是我固定的位置在第2排，他就说应该我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被圣灵充满。我是有被圣灵充满，可是我没有那么的戏剧化。牧师是乌干达来的牧师，乌干达来的，他就开始服侍，然后服侍。我就听到他的声音，到我这边来，好像要换我了。Jesus 一按，我就跪下去。我天哪，我就怎么会这样子呢？不需要这样子吧？应该让我很热啦，或者是怎样啊，或者是很大声的方言啊。他就 Jesus， 我就跪下去。好吧，跪着就跪着。我还在心里，这样也好。第2个 Jesus 又来了。他直接按在我的肩膀，一按的时候，我就整个人趴在这个第1排跟第2排的中间。哎呦，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肢体。人家圣灵充满是有人扶着就盖着被子，我怎么是这样趴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姿势是
那个命案现场画的那个，这次的圣灵的充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更新，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降服。所以到了后面开始，我这边上面写的拆毁倾覆是必要的过程，然后后面神要做的是要建立跟栽植，建立跟栽植，顺服是唯一的条件。顺服是什么呢？顺服就是降服跟顺从。我一定要，这是我后面我才知道的，我不知道需要这样子，只是我被圣灵充满，我叫做被圣灵击打，那个是真的叫击打，这样就下来。受洗35年，当然要用这种方式，要不然怎么更新？因为修剪来不及了，直接烧，直接烧啊！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他用他独特的方式让我来认识他，让我来认识他。然后接下来我就参加了教会的祷告会，我从来不参加祷告会。我的祷告会是我爸妈他们那个年龄，他们去参加，不要去参加祷告会，我就参加了祷告会。祷告会的第2天，主日的信息在讲尾声，牧师在讲尾声。我信息结束之后，我就跟牧师说啊，今天的信息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这个搅动。我说我没有在宜兰尾声，我完完全全没有在宜兰尾声，我一心一意想要离开宜兰回台北。牧师就说不行，你要尾声啊！你如果不尾声，你会在旷野。哎，我那时候读第2遍圣经快读完，旷野40年，我不要在宜兰40年，我要回台北。我是被牧师这个启示的话语是震撼到了。如果我不尾声，像现在神为我预备的职场，我会继续在旷野，找不到神为我预备的路、预备的道路。然后接下来我就在我们金鹰酒店成立了我们宜兰的跨教会的弟兄的祭坛，然后隔了2个月就成立了金鹰酒店自己基督徒的祭坛。那祭坛跟一般的小组啊，或是读经跟祷告会不一样，就是因为牧师给我们很清楚的意向使命，是要为了整个宜兰的复兴，要为了整个宜兰的复兴付代价的祷告，我就顺服。我每次都是选我们饭店最高楼层的4个角落的房间，那个窗户可以看到整个宜兰，从最北的头城一直到最南的南澳，我们就为整个大宜兰来祷告。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也不知道这个会有什么效果，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就是顺服去做，顺服去做。然后牧师告诉我说：“你读经读2次了。”我说：“对。”我就这样跳来跳去，读完了。他说：“不能这样读经，读经按着顺序读，因为神的功、神的话语有次序。”哦，好，我已经读2次了，不怕。我2次读经，一天都是10章。我是事后算一算，哎，我真的一天读10章哎。所以我4个月读完一次，4个月读完一次。那个牧师的祝福也临到我，一天10章的进度把它读完，我就有把握。那我未来我就用一天10章的进度来读。所以从2014年的8月24号开始，我就开始依序读经，一直到现在，那这是我主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我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什么？对一个受洗40年啊，我进教会不止40年，我是家里的第2代基督徒，就是从小就被带到教会去的。牧师告诉我，你要读经，
要付代价，读经是个不容易的功课。所以呢，你要让自己有胃口，你要让自己一定要让自己有胃口，求神赐给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渴慕，有一个饥饿的感觉在里面。这样子我们可以读得下去。今天有一个菜是我喜欢的，我吃了，我就会再想吃，好吃，我就会再想吃，然后我会介绍别人也来吃。在雅各书第一个脚步，第一个脚步是渴慕，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是为了要来认识神，为了要认识神，所以要渴慕。读经绝对要付代价。雅各书4章8节这边写：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有圣经上的话语都是真实的，是可以被实现的。所以我们亲近神，神自然就来亲近我，神自然就来亲近我。第二个是心窍的开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跟门徒有一个句子。圣经上这边写的说，前面有讲啊，什么摩西的律法啊，这些，后面讲说，求神开你们的心窍，好叫你们明白圣经。我才懂，原来圣经不是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悟性去了解的，必须要求神来开启，我才能读得懂。我现在在读第9次，对，这个开始第9次的开始，今年会把第9遍读完。每一次的读经都有不同的收获跟亮光出来，这是读任何书都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的。读圣经就是这么奇妙，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蛮特别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8章13节，讲到道撒在磐石上，因为没有根，所以很快这个苗就死了。可是我的解读是什么？我的解读是，如果这个道撒在磐石上，根扎进去，如果扎进去磐石里面的，会怎么样？我们从主日学不是说，大雨降下，河北上，让房子不倒塌，因为它扎根扎在磐石上。所以，如果我们付了代价，把神的道扎在磐石上，而且深深的扎进去，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第三个是今天的重点，我们要有量，要有速度。我不知道我这个高中的物理是不是这样子写，量加速度就有力。当重量加上速度出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能力。约书亚记这边有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然后第二段，约翰福音这边写到，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第一次在读这段约翰福音这个时候，这个应该我不会碰到。台湾还好，没有那么多盗贼。那如果这边写的盗贼是指撒旦，我也有很好的属灵遮盖。可是在我这一次读第8次的时候，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的领悟是什么？当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认识神的过程的时候，我是在亲近神，神也要来亲近我。撒旦绝对不喜欢我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他要来偷窃、杀害、毁坏我跟神之间的交通。这是撒旦的轨迹。最后要有同伴，